这绝对是韩国犯罪电影的巅峰神作。由于内容过于血腥暴力，以至于连续送审3次也未能通过审核，成为了韩国首部被限制上映的商业影片。迄今为止，我还没看过比这部还猛的电影。胆小的观众请谨慎观看。故事开始，一个女人的汽车抛锚在城郊外。就在她等待救援时，一个黑衣男突然对她发动了攻击，女人拼命挣扎，但也无济于事。很快，她就被男人用铁锤打晕过去。等她再次醒来时，发现自己被装在塑料袋里。绑匪将她的手牢牢捆住，接着从桌上挑了一件趁手的刀具。女人害怕极了，她用微弱的声音请求对方不要杀她。 죽이면 돼요. 살려주세요, 제발. 第二天，女人的残肢被人发现，随后警方在河边找到数十个碎尸块，直到深夜才拼凑完整。当女人的身份被确定后，家属们瞬间崩溃到了极点，老公阿炳更是痛不欲生。他发誓一定要找出凶手，为妻子报仇。通过警局朋友提供的线索，阿炳很快就锁定了老崔这个嫌疑人。而此时的老崔还在继续作案，这次他将目标对准一个等公交车的女人。 어디까지 가세요? 네? 어디까지 가시냐고? 소민 아파트요. 소민? 이렇게 가는 길은 아닌데 뭐 돌아가는 거 아닙니까? 타세요. 내가 태워다 드릴게요. 女人见对方开着一辆校车，于是便放松警惕坐了上去。然而当车子开进一条小路上时，老崔突然从后座拿出一根钢管。 이런 거 처음 봐? 随后，老崔把女人带回基地，他缓缓拉起铡刀，毫不犹豫地将女人拦腰斩断。另一边，阿炳终于找到了老崔的藏身处，看着地上斑驳的血迹，还有下水道里他送给妻子的结婚戒指，阿炳的心顿时如刀绞一般。他下决心要让老崔血债血偿。而与此同时，嚣张的老崔在连杀2人后，又将目标盯上了一个女高中生。就在老崔打算施暴时，门外突然传来一声异响，来人正是阿炳。 见对方只有一个人，老崔拿起镰刀，气势汹汹地杀了过去。然而他并不知道，阿炳是受过专业训练的国情院超级特工，仅仅用了不到3个回合，阿炳就用塑料布将老崔制服，接着抓住他的头，疯狂地撞击石块。可当阿炳准备给老崔致命一击时，他的手突然在空中停了下来。看着眼前这个杀害妻子的恶魔，阿炳决定不让对方这么轻易死去。他掰开老崔的臭嘴，将定位胶囊和固定剂塞了进去，随后一脚踩断老崔的手腕。等老崔醒来后，发现对方不但没有杀他，反而还给他留下了一大笔现金，这让老崔更加摸不着头脑了。他不明白对方是谁，到底想要干什么。但基地既然已经暴露，老崔不得不收拾东西逃离这里。此时的阿炳正在不远处观察着一切，他要让老崔一辈子都活在被人追杀的梦魇之中。然而，就是这个看似英明的决定，最后却让阿炳悔恨终生。逃亡的老崔好不容易搭上了一辆出租车。 可刚坐上车，他就察觉到不对，司机和车上的执照显然不是同一个人。老崔立刻明白自己遇到了劫匪，而劫匪们自以为抓住了猎物，对眼前的男人丝毫没有防备。但很快，他们就为此付出了惨痛的代价。等阿炳赶过来时，现场只剩下2具惨不忍睹的尸体。为了治疗断掉的手臂，老崔来到一家私人诊所，看到门口楚楚动人的小护士，他的肾上腺素瞬间开始飙升。老崔趁机将小护士堵在仓库，可就在他准备沉醉之时，阿炳突然从身后出现，用灭火器一把将他打飞。不明情况的老崔提起裤子慌忙反击，但他根本不是阿炳的对手，3两下就被对方按在地上一顿暴打。随后，阿炳脱掉老崔的鞋袜，用手术刀直接挑断了他的脚筋。 等老崔再次醒来时，发现自己被丢在了出租车里。他不明白阿炳到底要干什么。为了保险起见，老崔找到曾经的同伙大壮，让他帮忙一起对付这个神秘男人。大壮和老崔一样，也是一个有着嗜杀爱好的变态杀人狂。为了给多年不见的老友接风，大壮决定杀掉一个女求助助兴。可就当他准备动手时，阿炳突然从身后出现。大壮立刻明白这就是老崔说的神秘男人，他拿起刀毫不犹豫地杀了上去。可没想到阿炳只用一招就将他制服，接着用力一掰，大壮的手臂应声折断。随后阿炳掏出一把螺丝刀，将大壮的手狠狠地钉在了桌上。可就当阿炳准备对大壮用刑时，老崔突然拿着猎枪出现。阿炳见状迅速闪身躲避，随后双方在楼里展开了猫鼠大战。阿炳找准机会将刚刚逃脱的大壮放倒在地，接着抄起一根钢管照着他的头上一顿猛攻，大壮瞬间被打失去了意识。老崔听到动静立刻赶了过来，结果踩中了阿炳放置的钢钉陷阱。阿炳趁机飞奔过去将老崔一脚踢翻，接着举起手中的钢管对着老崔一顿暴打。 打了足足769天，老崔最终被打得躺在地上，再也无法动弹。之后，阿炳把他扔到了一个桥洞里。然而，老崔的武功虽然不行，但他的抗击打能力却异常惊人，不仅再一次从濒死中站了起来，而且他已经猜到了对方追杀他的原因。一场残酷的报复行动就此开始了。
为了摆脱复仇者的追杀，男人把一整瓶泻药全部倒进自己嘴里，成功把体内的定位器抬了出来。一个小哥此时来上厕所，老崔趁机用铁棍将他打晕，将定位器塞进了小哥嘴里。等阿炳驾车赶过来时，这才发现老崔已经摆脱了他的监控。他立刻到医院找到大壮，试图从他嘴里问出老崔的行踪。可嚣张的大壮不仅不老实交代，反而还嘲笑阿炳死去的妻子，这让阿炳顿时怒气冲天，用手硬生生把大壮的嘴掰成了2半。而此时重获自由的老崔决定报复阿炳，他假装快递员来到阿炳家，用哑铃活活砸死了阿炳的岳父。放学回来的小姨子也没能幸免，看着亲人冰冷的尸体，阿炳终于后悔自己当初的行为，但一切都已经太晚了。狡猾的老崔知道自己难逃法网，竟然自己打电话找警方自首，因为韩国没有死刑，只要他被关进监狱，这样阿炳的复仇计划就会彻底泡汤。很快老崔就驾车来到警局门口，他大摇大摆地站在马路中央，